山东烟台一对夫妻宣称，这次大牛市确定无疑了。他们决定将用于还贷的50万元全部投入股市，假期期间又东拼西凑了50万元，准备上车，等挣钱后就去提一辆新车。更有甚者，一位网友在7天长假期间借了129万，准备冲进股市。这种疯狂的投资热情，让人不禁想起2015年那场惨烈的股灾。当时上证指数从2000点左右一路飙升至5178点，随后又暴跌至2850点附近，无数投资者血本无归。如今历史似乎正在重演。11长假刚过，全球目光聚焦中国 A 股开盘，投资者们迫不及待想要加入这场被称为新牛市的盛宴。然而，在这片欢腾声中，却隐藏着巨大的风险和隐忧。有经济学者指出，这完全是一场经济下滑、衰退和财政赤字背景下的经济造假。当局为了国庆献礼，一定要把股市拉上来，目的是把中国老百姓高达300万亿的存款从储蓄中拿出来，投入股市。另一位专家分析到，这次大涨背后有3个目的：活跃中国市场，让资金觉得中国还有投资前景；转移国内矛盾，给老百姓一个盼头；通过股市大涨的方式，给一些国企和地方政府上市公司去库存，最终把包袱甩给投资者。事实上，中国股市长期以来就是一个政策市、货币市。如今，这种人为制造的牛市更是明显。据悉，央行已准备了充足资金，允许上市企业、国企和地方国资向银行抵押股权，借出现金，再买入自己的股票。这种做法无异于自导自演一出闹剧。一份最新报告警告投资者，应该为中国股市16年来最大涨势后的衰退做好准备。报告指出，中国目前的经济基础比疫情前弱得多。在最悲观的情况下，如果涨势破灭，更糟糕的局面可能接踵而至，当局可能会开启印钞机，导致资本外逃猖獗，人民币将面临巨大贬值压力。有专家在社交媒体上表示，现有制度存在严重问题和漏洞。如果这些隐忧不除，最终可能会重演2015年的悲剧，先从3000多点涨到5178点，之后又暴跌，股民最终还是会成为被割的韭菜。一位私募巨头更是直言不讳地警告，这样的暴涨必有暴跌。如果这次再被套住，该动员的力量都动员了，解套将遥遥无期。在股市狂欢的背后，当局正在加大对金融系统的整肃力度。据报道，仅在刚过去的9月，就有4名金融系统高官被查，其中2人来自政策性银行，2人来自股份制银行。更令人震惊的是，2024年前9个月被查处的金融官员已达75人，超过了过去5年的总和。这一数字令人不寒而栗。有评论员指出，现在中国经济下行，各行各业普遍很苦，唯独金融业，特别是银行业获利丰厚，仅5大行上半年净利就高达6404.56亿元人民币。这显然是受惠于中国畸形的政经结构。而作为普通中国老百姓财富体现的房产，价格大跌，有的地方价格腰斩，甚至有人还会因为断供而面临被法拍的风险。另一位时事评论员认为，在中国经济如此艰难的情况下，当局需要把这些贪腐链中的钱收回去，以填充国库。他说，反腐一直有一个目的，就是抓给民众看，证明其执政合法性。现在反腐还有一个目的，就是抓这些腐败官员，增加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。更有分析指出，金融反腐已经从抢夺钱袋子的权力争斗，演变到了应付政权危机的层面。当局要抓紧抢夺社会财富，防范政局突发变动。资深中国经济分析师托马斯回顾了过去20年中国股市的5次超级反弹，
为当前的牛市提供了一个历史视角。他指出，除了2006年和2017年是由经济增长推动外，其他3次都是政策推动，很快就结束了。托马斯警告道，如果我们保守估计，这次反弹周期在6个月，不会超过中国新年。如果你要炒股，过年前一定要退出，或者干脆做闭上关，不参与。他进一步分析，过去几次反弹从低谷到高峰的涨幅在50%到100%之间。按此推算，如果从2800点开始，50%的涨幅意味着上涨1400点，达到4200点。然而，托马斯强调，今天的反弹显然不是经济形势推动的，而是政策推动的。到目前为止，当局只是做出承诺要推动股市，并没有拿出实际行动。如果没有财政刺激，4200点都是达不到的。近期，中国社会笼罩在一片害怕错过的氛围中。开设投资账户的人开始排队，有人拿积蓄投入股市，有人抛售债券投入股市，甚至有人要卖房投入股市。国内财经自媒体更是摇旗呐喊，仿佛全世界就中国的投资市场最安全，外资纷纷抢入中国股市，将其视为国际政治风云变幻中的避风港。然而，这种狂热情绪背后是否隐藏着巨大的风险？一位知名投资人对中国股市的这波狂奔持谨慎态度。他指出，中国政策制定者现在必须设计一个漂亮的去杠杆化，以减轻中国居民、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债务负担，否则将面临一段低迷不振的时期。他强调，中国领导层需要通过更深远的结构性改革来强化政策组合拳，只有这样才能成功改善中国经济的基本面。这位专家提出了几项关键改革建议，对地方政府所欠债务进行重组，尽管这将充满政治色彩，因为会动了利益阶层的奶酪。改革税收制度，确保地方政府能够通过所得税、房产税和遗产税有效创收。虽然这样的改革在政治上不受欢迎，解决人口问题，遏制中国劳动力规模快速下行之势。他认为，当局在表面上刺激了股市，但同时也加重了中国深层次的经济矛盾，恶化了潜在和正在发生的危机。事实上，中国经济面临的困境远不止股市泡沫这么简单。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，中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已达62万亿元人民币，相当于 GDP 的56%。这一庞大债务负担严重制约了地方政府的投资能力和经济增长动力。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。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，2024年1至8月，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 8.5%， 销售额同比下降 6.2%。多个2线城市房价跌幅超过 20%， 一些3、4线城市更是出现白菜价房产。消费需求疲软。2024年1至8月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仅 3.2%， 远低于政府 5.5% 的 GDP 增长目标。出口增速放缓。海关总署数据显示，2024年1至8月，中国出口总值同比增长仅 0.8%， 较去年同期大幅回落。失业率居高不下。2024年8月，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.3%， 其中16至24岁人口调查失业率高达 18.7%， 创历史新高。外资信心下降。商务部数据显示，2024年1至8月，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同比下降 5.1%， 连续第3个月出现负增长。这些数据无不显示，中国经济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。在这种背景下，股市的暴涨更像是一场昙花一现的假象，难以掩盖经济基本面的持续恶化。面对当前的股市狂欢，投资者们需要保持清醒。正如一位资深分析师所言，不要试图赚最后一个铜板，你不是当局的对手。
中国 A 股存在的目的是为了给国企融资，从散户身上融资。中国的股市不是资本市场，而是权力的市场。在这场看似繁荣的牛市中，普通投资者很可能成为最终的牺牲品。当泡沫破裂时，损失的将是无数普通家庭的血汗钱。因此，在参与这场资本盛宴时，每个人都应该保持高度警惕，谨慎行事，以免重蹈2015年股灾的覆辙。中国经济的未来充满不确定性。在当局未能推出实质性改革措施的情况下，仅凭股市的短期繁荣难以改变经济颓势。投资者和普通民众都应该为可能到来的经济寒冬做好准备，而不是被眼前的虚假繁荣所迷惑。在这场看似繁荣的股市狂欢中，中国经济的根基正在动摇。投资者们应该擦亮眼睛，谨慎行事，以免成为这场金融游戏中的牺牲品。